好，这个影片要来讲这个 View Component。那其实这个跟 Partial View 要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也是用来做一些重复使用的元件，或者是把你这个网页以功能作为区分，把它切成好几块。但两者的差异在于 Partial View 它会比较专注在你这个切出去或你这个区块，就是版型 HTML 版型的部分而已，那不太参与一些商业逻辑的程式或者是一些有的没的程式的部分，它就专注于在版面上。那有程式可能也很简单，就是我丢个值给你，你帮我把这个值再做一个展开秀在画面上，就大概这么简单。或者是一些版面上的一些显示不显示的一些逻辑程式而已。好，那虽然在 Partial View 这边你一样可以去写一些商业逻辑程式，甚至是跟资料库去捞资料但是不建议这么做，顶多就是刚刚讲的写一些版面控制的程式而已。那如果说你今天这一块想切出一块出去的这个版面，它是有一些商业逻辑或者是资料处理的程式，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使用今天要来讲的这个 View Component 来做一个实作。那我们上一节课有讲到说比如说像我们想把这个左边的这个列表选单给切出去的话，我们在讲 Partial View 的时候讲说这个部分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切出去。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个选单的部分是应该是会从资料库去捞一些资料，而且会有一些逻辑程式的一些判断。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会比较适合用我们今天的 View Component 来去做切分这样子。那这边来讲一下刚刚有讲过 Partial View 一样是可以写一些商业逻辑程式，甚至捞资料都可以。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用 Partial View 来写，大概可以有两种方式可以来完成。那第一种就是我们必须把逻辑程式跟选单捞选单资料的这个程式放在这个主 component 这边，然后我们再把它传来这个 view， 然后 view 这边我们又要再把这个值给丢进这个partial view 里面来做一个显示。那这样就变成说你这个主 component 跟你这个 partial view 其实有点耦合性太高了，你这个 partial view 都要依靠这个主 component 所处理的一些逻辑程式或者是捞资料的程式才能够生存。那这样子其实很不利于后续的维护，就是它依附性太高了两个紧密的结合。那第二种就类似我们今天 View Component 这个方式，我们把逻辑程式跟选单程式都写进 Partial View 里面这样子虽然也是可以，但是 Partial View 的架构本来就不是用来这样写的，所以其实你硬要写进去是可以的，但是会对日后的维护不太好。所以面对今天这种情况这种选单可能有捞一些程式做一些程式处理的这种切分出去的元件，我们会选择今天要使用的这个 View Component。好，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再把我们这个 News to Index 来做一个改造。那虽然说我们今天这一页就只有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可能未来你这一页可能有很多功能的话，那这个时候我想要把这一个 Newsbox 的这个选单列表再把它这个功能切出去我们要来怎么做呢？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做这个 View Component 的这个元件，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在这个目录下面建一个资料夹，然后这个资料夹名称就叫做 View Component 4那这个没有为什么，就是它预设的路径，你 View Component 就要建在 View Component 4的这一个资料夹下面，那就是未来我们 View Component 的程式会放在这里。那这个就好比说我的这个 View 我们就会放在 Views 资料夹下面，然后 Model 可能会放在 Model 资料夹Controller 会放在 Controller 资料夹就有点类似这种感觉。那我们 View Component 我们就会放在这个 View Component 4的这一个资料夹下面，那这也是它预设的路径，如果你不放这个路径下面的话，它会抓不到。好，那接着我们程式的部分是放在 View Component 10下面，那我们视图的部分就会放在 Views 下面的 Share， 然后你的 Share 下面再建一个 Component 10的这个资料夹，那也没有为什么，它预设的路径就是在这里。那这样子它会在这两个路径下去做一个搭配，所以你放在这下面，它预设就可以都抓得到。如果你不放在这下面预设就没办法结合起来没有为什么，就是它预设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来把这一块给切成一个 View Component。那这边我们就把这个 View Component
component 取名一个名字叫做 news list。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先在这个 view components 的资料夹下面建一个类别，那这个类别我们就叫做 news list， 然后后面我们习惯会加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这个东西是 view component， 我们就加一下 view component。好，新增上去之后，这个东西它有既定的格式view components 首先它就会继承一个 view components，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程式片段、方法片段这就是预设的样子。然后你今天要处理的程式就在这里，然后最后就回传这个 view 这个好像在那里似曾相识呢，没有错，这在我们这个 controllers 这里面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要进来这个方法之后，最后会传这个 view， 那 view 里面一样是可以丢这一个你要传到你视图的这一个资料，你可以放在这个里面。那今天这个是对整个页面的这个 view， 那我们今天这一个 view components 这个地方回传过去就是针对这个部分的元件的这个 view， 那可能有点听不懂，没关系，我们就直接再示范下去。好，那接着我们程式的部分已经建好了，那接着我们就要建对应的 view， 那这边建的地方它也是有一定的规矩，什么规矩呢？我们今天这一个元件叫做 news list，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 view 建在 components 下面建一个资料夹，然后跟这个元件名称叫一模一样的名称，然后接着下面再建一个 CS HTML， 那我这边就随便先复制，然后你这个名字也是有讲究的，你这个名字必须叫这个预设这个英文名字。好，那里面的东西我就把它全删了。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准备好了，我们这个今天要讲的这个 news list 的这个 view component 的这个元件基本动作我就先准备好了，那接着我们就要在里面写程式了。好，那我们一开始要来写什么程式呢？当然就是捞这一个新闻的这一支程式，我们要把它写进来。那这边也是一样，我们首先把这个资料库给注入，那注入资料库之后，我们才能够去捞资料。那接着就是把这个资料捞出来的这个语法。好，那这样就把资料捞出来了，然后最后我们再把它回传到这个 view。那这个 view 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刚刚建的这一个。那所以最上面我们就会收到一个 news DTO 的这个 model 传进来了。那传进来之后，就做我们当初这边我们这边的这个程式，我们就把它搬过来了。那这边的话，我们也不用传东西过来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页面都清空了，把它都拿到这边。好，那我们这样存个档应该东西就已经被我们搬走了嘛，所以这边就没有东西了。那其实我们这边当初耦合性很高的，我们必须要靠这一个 controller 里面要写这个程式，我们这边今天就不需要 news list 的这个程式就目前是没有要处理的程式处理的程式我们就已经搬过来这个 view components 里面了。好，那接着的话我们的元件我们的今天这个元件就算是完成了。那完成之后，我们回到这一个 news2 的这个 index 这一页，那这一页我们当然就是要把我们这个 view components 给引入到这一边。那怎么去做一个引入呢？好，这边也是有这个特定的语法。好 await 然后 component 点这个，然后是用一个非同步的方式把这个 view component 给引入到这一个 index 里面。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今天你要引入哪一个 view components， 你就是打上它的这个你这个 view component 的名称，那它就会自动去找说这个 view components 资料夹下面有没有 news list 的这一个 view component， 那这边它就找到了嘛。那它另外会再去找 share components 下面有没有这个名称的资料夹，然后这个名称的资料夹里面有没有这一个预设英文的这一个档案。那这样你只要位置都放对，那它就会找得到。那它找得到的时候，我们在页面上好，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刚刚画面是空白的嘛，我们把这一段加上去，代表说我们今天的这个 view component 成功的改造，也成功的又把这一个新闻列表给引入到我们的这个页面算是成功的完成了这个功能的切分切成这个 view component。
好，那这样就完成了。然后那今天可能你可能会有一些参数，我想要从我这一个主的这一个 view 传进这一个 view component， 那这样该怎么做呢？这边有2个写法给大家参考一下，我这边就不做示范了，直接给大家看怎么写。第一个就是我们直接就在逗点之后再丢第2个参数的位置，直接丢一个参数给它，那这是比较简单的。那第2种我们可以制定参数名称是什么，然后再丢什么参数给它。好，那这样子不同的写法有对应的接收方式。那这边是哪里呢？这边就是我们这个 view component 这个程式的这个位置从这里丢进来的参数这边你就可以从这边去接它。那这边怎么接呢？如果是第一种方式，我今天丢字串进来，那你这边就要宣告说我会有一个字串被丢进来，那这边的英文变数名称你可以随便取，只要刚好有对应到这个变数的类型一样就 OK。但是第2种你有制定了变数名称的话，你今天这边制定什么名字，你要拿到这个参数，你这一个变数你就要打一模一样才能够接收得到。好，那这是2种不同的接收方式跟怎么丢参数就是这样丢。那我就不示范，因为这个就是这样运作，也不需要特别再去做示范大家知道这么做就好。好，那所以说今天的这一个view component 就算是简单的介绍到这边，谢谢收看。